昨天半夜，我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三个字“乔主任”。我接起来，听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压抑的哭泣声。老乔，你怎么了？40多岁的一个老爷们儿，认识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哭。我特别理解他。人到中年，如果不是真的扛不住了，谁会在深夜给人打电话哭？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老乔，做生意的人都叫他乔总，但他更喜欢别人叫他乔主任。我手机里存的就是这个名字，因为他喜欢那种体制里的优越感。老乔这个人有点本事，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深圳工作，进了一个体制里的单位，给大领导做秘书。秘书出身，会伺候领导，写官场文书，他是一把好手。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一线城市，深谙官场之道，从省级文宣单位一路做到正部级央企，能喝酒会来事儿，识时务，圆滑世故，左右逢源。我跟他相识在2014年，是在工作上认识的。那时候我还不会算命，更没有开悟。我就记得他把深圳各个区的所有衙门的政策补贴条件倒背如流，我当时都惊了，这人脑子是真好使。我跟老乔认识这么多年，一起搞过很多项目，从来没成过，最后都不了了之。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事成不成不重要，只要人靠谱就可以合作。合作的成功是需要建立在信任关系上的，而信任的基础是人要靠谱。但是开悟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想法有点天真了。命运是会跟你开玩笑的。昨天晚上他给我打的电话，就是因为这个玩笑。电话里老乔哽咽着跟我说，我很努力地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所有事情运作到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不知道差了什么，总是功亏一篑。我没有对不起谁，我遇到的都是小人，身边人都是坏人。我说，你是个老爷们儿，哭啥？到底啥事儿？去年夏天的时候，他来找过我，跟我说他已经从那个央企出来了，又搞了个新项目。什么项目呢？找了广东一个国企，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跟银行贷款30几个亿，在当地建一个 AI 算力中心。这个项目方向很热门啊，地方政府出地给扶持，银行出钱，逻辑上听着没什么问题，还给我看了跟银行签的合同。我当时看了他的命局，我跟他说，老乔，这个项目你谨慎点吧，你这步运气不行，你再检查检查合同，或者你跟国企那边的股份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当时没往心里去。时隔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跟我讲，他现在资金链断了，项目启动不了。他这边几个股东一起出了2000万给国企做合作保证金，但是后面启动项目的钱进不来了，现在差1个亿才能把项目启动起来，否则所有人包括国企里的领导都下不来台了。他找了谁来接盘呢？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世界太小了。这个接盘侠我也认识，是10几年前我打工时候的 CEO。就在新资金要入场的过程中，他的合伙人股东背叛了，看着项目推不动，之前投资的本金回不了本，看不到什么未来，就把这个责任全推到老乔头上。股东为了保全财产，把老乔的账户给冻结了，所有的银行卡、支付账户都不能用了。作为命理师，我知道这不是小人的问题，比劫本身不分善恶，没有好坏，是他命里这部运的问题。在分析老乔这个命局之前，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寻根基找出处。这个规则相信你们已经在很多讲解盲派基础的视频里看到过了。简单来说，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寻找天干在地支的源头来确定这个字是真是假，从而判断命主的工作性质是公务员打工还是做生意的。通过其根基在地支的位置来确定这个字的力量大小，从而判断取财官能占多少份额。你们了解到的是不是就这些？来找我算过命的粉丝还知道寻根基还可以拿来数人头用，但是今天我跟你们说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寻根基最核心的社会学意义，它直接决定了行为的性质，是得财还是招灾。如果说你看过我家里家外那期影片，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否则可能会跟不上我马上要讲的逻辑。说白了，寻根基的本质是判断所有权和秩序，判断这个财官到底是谁的，这个秩序到底谁说了算。我把寻根基的社会学意义分成2个方面来讲。第一，判断所有权，这个财官是谁的。如果财官是从日柱或时柱的地支中透出来的，这叫家里的东西，属于我自己的。
我用它、治它、和它，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用看身旺身弱，弱弱的和也能得到。如果财官是从年柱或月柱透出来的，那是别人的，是国家的、社会的、他人的。如果我在家里没有份额、没有根、没有关联，我去拿这个财，就叫贪污盗窃或非法获利，容易引发官灾或纠纷。第二，判断秩序，大运流年来的字谁优先？经常有粉丝问我，大运流年来了某个字跟原局的作用关系到底该怎么看？我告诉你，秩序高于顺序。什么叫顺序？顺序是指大运流年来了，通常先作用于紧邻的字，近水楼台先得月。什么叫秩序？秩序是指出处。如果一个字是从我家里出来的，虽然它在年上离我远，但大运流年引发它时，它必须先回家生我，这就是秩序。秩序代表法律和根本归属高于顺序。我们来看看它的八字：年柱壬戌，月柱庚戌，日柱己卯，时柱己巳。大运从18年开始走甲木，23年到27年走寅木运。我们先看他原局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一下老乔的人生使命。他投胎干啥来了？己土日主，说的就是老乔自己。这个己土是借根，他得靠别人。年月两柱都是比劫，不理解的朋友去看我家里家外那期寻根基第一次应用，他借了年月两个虚土的根，那年月这两个人就从他的己土上透出来了。这个己土就是3个人，你看见的己土后面藏着2个来自于年月的比劫，它存在，但是你看不见，它就是己土的影子。日主座下有个卯木，卯木是他自己的事业，就是3个人的共同财产，这就是用寻根基判断财官的所有权。如果卯木是财富，那就是有3人的份额。如果卯木恰好又是配偶星，那命主就是3段婚姻。这个命局中卯木不是配偶星，家里有个巳火，这个巳火是印，代表权力，代表单位，同时也是他的禄，代表地位。第2次寻根基，这个巳火也是3个，年月2个火库，分别放在家里1个。老乔自己的火是卯木生的火，区分开了吧？只要是木生的火就没有比劫的份额，命局木果一片，有点燥。第3次寻根基，月令上面有个庚金，这个庚金也是3个人，分别来自于2个虚土和巳火。年月2个金是虚中的金，是真金。月令还是魁罡。老乔的金呢是巳中的那个气，跟年月那2个金比就差点意思了。大家都是伤官生财，金生水。年月的2个庚金是真生了年上的壬水，是真做事儿了。老乔的庚金是滥竽充数的，只是做样子，这个也区分开了吧？第4次寻根基，年上的壬水是3个庚金生的，也是3个人，壬水落在年上，那么这个壬水就是年柱比劫的。整个命局木火土一片，壬水就是稀缺资源，谁拥有这个资源，谁就是命局中的老大。命局中其他的所有比劫就都是给他服务的。壬戌自合，丁壬合，年上这个人用印合财，年上这个人就是大领导。现在每个比劫在干嘛？他们的工作性质具体是什么？是不是都清晰了？年上的比劫是用印合财的，印就是管理来财容易，这个位置大，在年上就是中央。月令的比劫是伤官生财的，年月2个人都有虚，这2个比劫就是总公司与下级单位的关系，这位置在月令就是省级的单位。老乔是用己土生庚金，比劫生伤官，再生财，层次就比月令的比劫低，他要去生月令，就是为月令庚金服务的，这就是给月令做秘书、做助理、打辅助的相。老乔这个命局放在古代大概就是巡抚布政使下面的师爷。在这个局中寻根基找出处，我用了4次，分别找了4个字的出处，推理出这个人和他的比劫之间的人物关系、单位性质、工作方式。你们学会了吗？寻根基找出处，在日常分析命局的时候，谁都不会刻意去想这个概念，因为它是盲派命理的常识，是基础中的基础。它在盲派八字所有的逻辑关系中无处不在，就像我们日常聊天时所用的语法一样。你想象一个画面，你我2个人见面的时候，我随口问一句吃饭了吗，这问题默认就会带一个主语你出来，是特指问你，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好了，以上是对原命局4次寻根基的静态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大运流年的动态推理。第5次寻根基，老乔18年走到了甲木运，
找一找甲木是哪儿来的。原局中只有老乔有木，比劫没有。甲木要借地支卯木的根，这个甲木就跟老乔扯上了关系，天干甲己合，自己的事业来了。所以在甲木运的时候，他就去了中央直属的正部级央企，但是职务关系是在这个央企的省级分公司。我们频道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德国、法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在中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能理解这个概念，没在中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在中国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是有政府行政级别的，全国的央企大约有100家左右，绝大部分都是由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部门管理，行政级别是副部级或以下。而中央直接管理的正部级央企，全国只有3家，老乔去的就是这3家之一。这种单位的 boss 由中央直接任命，行政级别是正部级。他能去这家公司，原因不在于他，而在于年月的这2个比劫虚土。天干甲己合的时候，年月的2个从虚土中透上来的比劫也来合了这个甲木，年上的比劫合了甲木，这个级别就到中央了。月令的魁罡再生一下壬水，层次又上去了，单位的级别会是央企中的翘处，它是跟着月令或者年上的领导过去的。比劫能去什么级别的单位，它就能去什么级别的单位，这就是寻根基的第5次应用。大运来的甲木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应期。老乔在23年走乙木运，寻根基找出处第6次，判断寅木从哪儿来的。原局里是没有寅木的，这个寅木就是外来的。原局里有的字能找到出处的字，缘分到的时候他生活中就能遇到。原局里没有的字就是外来的，不认识的，没有缘分的。所以走到寅木运的时候，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寅木跟老乔1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有就是假的，就是骗子，就是忽悠。看过我家里家外那期视频的朋友还记得我讲过家里家外的价值交换原则吗？这期讲的内容，你如果用格局论、旺衰论、食神论，你就理解不了这个信号，你就对接不上。原命局中家外的比劫叫虚土，老乔给家外的比劫提供了卯木，让比劫这个虚土去生金，所以才有了庚戌，虚土长金，必须要配木。在没有寅木的时候，老乔家里的卯木就符合社会上家外比劫的需求，它就有价值。当地支走到寅木的时候，说的就是虚土要用寅木了，人家比劫就不用你的卯木了，比劫要去寅戌合就不用卯戌合了，命运就要安排它被边缘了。寻根基第6次的结论是寅木满足了比劫们的需求，把老乔给取代了。寅木运的第1年是癸卯年，寻根基第7次，癸水到底是谁啊？原局老乔用来生巳火的卯木是没水生的，这个癸没有来处，我们要找到这个癸水的出处。卯木生巳火就是生了命主的印，但是这个生有点问题，你来让卯木生巳火，无事献殷勤，我质疑你的动机，到底是来帮老乔的还是来害老乔的呢？第一，先排除掉命主，命主家里木火土没做生水的事儿。第二，天干能找到的是月令庚金，但是庚金是生壬水的，没有生癸水，所以癸水跟月令没关系。第三，年干上透出的是壬水，说明年上的比劫生出的也是壬水，不是癸水。这个癸水在原局地支找不到任何关系，但是壬水和癸水互为比劫，他们互相就认识。第7次寻根基到这里就结束了，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了，现在还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癸水生卯木是什么目的？我们暂时先把这个问题放下，等一下再来解决。我们继续看他的甲辰年寻根基第8次。之前老乔走甲木运的时候，甲己合了，这个甲木就长在了己土上。看这个甲是哪里来的，甲辰年的时候，甲木就是辰中来的，甲木就要换土。甲木是官是事业，甲木长辰土上，不就是你没官没事业了吗？天干甲己合，甲木见辰土，有根有气了，就是春天的木。那这个甲己还怎么能合得成呢？甲己就合不上了，甲木走了，这段缘分就要离开老乔了，他就离开了央企这个单位，所以寻到了甲木的根和出处，就判断了你和这个官跟这个事业有没有缘分，缘起于何时，缘灭于哪年。我们来看看乙巳年老乔是怎么被诱惑的。第9次寻根基，天干只透了一个乙木，乙木是谁的？
这乙木就是两个人，既有卯木又有寅木。卯木你知道，你认识；寅木是外来的，你认识吗？现实中混局的字，命主当时是分不清的。你的眼睛会骗你，耳朵会骗你，你不看命局是根本分不清的。八字能分得清，能告诉你你的命局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寅木从乙木透出去要生巳火，原局中火的位置在10支，只有老乔有火，比劫都没火。火是老乔的印，是公司，是权力。卯木生巳火是符合原局表达的，但是寅木又来无缘无故的生巳火，非奸即盗吧？他生你巳火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他有什么好处？你清楚吗？如果这个寅木跟你有联系、有关系，你就知道寅木为什么要生你，你当然知道下一步自己该不该做。如果你不知道，那不就是诱惑吗？再看天干，年上的壬水生乙木，财生官，这是资金吧？年柱的壬戌是财，代表资方，代表银行。月令的庚戌就是那个省级的国企，就是老乔的靠山。庚金合了煞，对月令比劫来说也是来了一个大的事业。乙木生巳火，生的是老乔的印。对于巳火来说，它是被动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换你是老乔，你能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能不能拒绝寅木来生你的火？去年我跟老乔提醒的时候，哥们儿一点都听不进去，那会儿正被官煞生呢，享受着呢。甲辰年离开了央企，按理说安安稳稳也没什么不好，但命运偏偏不让他消停。如果在一个坏大运里，老天给你安排的都是普通的流年，那就是你的造化，就怕老天给你安排了一个好流年。当这个好流年来的时候，就有诱惑，是忽悠，是骗子。命运会给你开个玩笑，把一个填不上的坑包装成一个你喜欢的、你能接受的样子。一个正常的人见到一个他喜欢的机会，他的心理和生理能没反应吗？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经受得了这种诱惑呢？开悟的人能做到，因为知道边界在哪里，所以懂取舍知进退。乙巳年官和煞都跑来生巳火这个印，今年乙木走了，寅木撤出来不生你的巳火了，直接去生午火，你是不是就被架起来了，被架在火上烤了？这个命局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全在寅木了。午火当令，你卯木也得生午火去，就代表你的官去生了比劫的印，火太旺了，就把卯木给化了，巳火就没人去生了，你的事业拱手转让，为他人做嫁衣。对于老乔的影响，丙壬冲财坏印，天干的庚金生的壬水要去治这个丙火，坏老乔的印就是比劫跟他翻脸了，因为钱的事儿。作为朋友，我跟老乔说，不行你就跑路吧。他不走，他打算等项目接盘的资金到位了，这个项目的股权就转让出去，他留下来给老板打工。朋友们，这个命局我前面用了9次寻根基，4次分析原命基本盘，5次推理大运流年，你们学会了吗？我劝他走，可不是因为他眼前遇到的 AI 算力中心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这种做局的事儿我可经历太多了，成败没必要放在心上。那到底他的命局我看出了什么？我要劝他走呢？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以及癸水生卯木到底是对是错，需要换个思路。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要用道法自然带你看清这个命局的真相。如果单纯是算准这件事情，其他术数应该也可以算得出来。盲派这个理论体系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推断这个结果的定数，而是为了找到这件事发生背后的原因。盲派所用到的就只是最原始最基础的天干地支的22个字。曾经有个粉丝问我，金为什么是风金是什么？不是由金决定的，而是由金见到了什么而决定的。金在春天为惊雷，是风，是工具，目的是把自然界有生命力的动植物叫醒，开始在新的一年生活。在夏天为凉风，是雨水，是大自然的空调，是在酷热的天气里调候降温。在秋天为霜为露，是收获果实的工具。在冬天是冰是雪，是积蓄能量高价值的矿藏。懂了吗？一个女孩见到了一个自己中意的人，就会女为悦己者容，见到了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呢，就会故意做出一些让对方反感的事情，去排斥对方。这个是人之常情，金木水火土5行跟人性别无二致。我借用佛教中关于色即是空的概念来解释这件事儿。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只是你自己，你可以是任何人，这就是空。
当你见到了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是你父母的子女；你见到了你的爱人的时候，你就是对方的老公或者老婆；你见到了你的员工的时候，你就是他的老板。你的身份不是永恒固定的，这就是色。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有多少种变化，一个五行就有多少种变化。由8个字组成的命局中，谁来影响这一切呢？是谁来决定其他五行应该呈现出来的样子呢？是月令。当月令的主气是虚的时候，命局中其他7个字的自然状态就被虚给定义了，是虚赋予了其他7个字存在的意义和状态。其他7个字通过虚才能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知道自己在命主的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来看看虚月在自然界应该有的样子。农历9月是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处于深秋霜降时节，它代表了金气肃杀收敛与火的阳气入库的交接点。第一，气象上的特征，虚月是深秋，气温下降，阳气开始潜藏入地下，地表呈现出干燥肃杀的景象。虚月的关键词是燥，此时地面上的水汽已经被抽干，土壤变得干燥坚硬。虚土是燥土，越干越好，如果不干反而湿了见水了，就违背了虚月应有的道。第二，水的状态，虚月的水不应该是倾盆大雨，而应该是寒露霜降。如果是雨水，代表温度偏高或反常，容易导致庄稼植物腐烂；如果是冰霜，能让果实包浆变甜，符合秋收的规律。第三，木的状态，虚月是万物收藏的季节，木此时的状态决定了收获的成败。虚月的木应该是死木或干木，此时庄稼已经成熟，枝叶枯黄，果实饱满坚硬。卯戌合，木越干越好，干了才能脱粒归库。如果在虚月木还很湿，还在生长，说明庄稼没熟或烂在地里了，这是反局，代表破财或徒劳无功。第四，火的状态，此时地表温度低，但地下有真火，也就是阳气。虚是火库，这个火是阳气，而非简单的地表温度。阳气收纳于地下，为了寒冬保护万物的根基做准备。虚喜丙丁火透干，或者卯戌合化火，这能增强虚土的干燥度，让它更坚硬，更有利于炼金或收割。第五，金的状态，虚月也是矿产生成长金的季节。虚是金的余气库，虽然不如丑中金纯度高，但虚中金代表浅层矿或再生矿，如煤炭、铁矿。虚月喜，火克金，利用虚中的火，也就是阳气来冶炼金，使矿产成型或再生。虚月最怕水多，特别是尘。虚月最忌讳大水漫灌或者尘土来冲，水来了会把原本干燥的虚土变湿变软，一旦虚土变湿，就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无法炼金，也无法保护庄稼，导致溃堤或庄稼腐烂。明白了虚月该有的样子，我们就能判断一个命局的吉凶。每个人的命局都有一个核心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象。如果符合当季的自然状态，那就是符合道的，是福；如果违反当季的自然状态，那就是背道而驰，是祸。我们现在回到老乔这个命局，用道法自然的标准来看，他的原命局基本符合虚月该有的状态，水很少，土很燥，金在生长，木是死木。但是有一个隐患，如果是秋天长金的局，这个金就不能被泄，但它的金生水了，这个组合有问题。年上的壬水在原局中本来是冰霜，没什么不对，但就怕天干走木运，当天干见木的时候，这个壬水就从冰霜变成雨水了。我之前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盲派暗象，在老乔这个命局中，卯木在地支，天干没透出来，天干有庚金，说明整个命局以金气为主导。但是当走到木运的时候呢，整个命局就改为生长木了，天干的庚金也起不到制木的作用了，这个就是暗象。因此年柱天干的壬水就成为了这个命局的隐患。当天干走甲木运的时候，壬水生甲木，这个甲木就是烂木了，实际上已经反局了。但是这个甲木不是命主的，原局中说得很清楚，日主用的是卯木，也就是乙木，所以走甲木运的时候，无论好坏都没命主什么事儿，命主是借光的。但是天干走乙木的时候呢，就是老乔要用的木烂了，这个乙木在天干要长在命主的己土上，那就是命主有灾。
是人水让乙木烂了，谁违反了道谁有灾。首先年柱的人水违反了天道规则，命主的领导要出事儿。其次月令的庚金生了人水，这个领导也会被牵连。最后人水生了乙木，要长在命主的己土上，这是领导让老乔背锅的象。我们看癸卯年，癸水生卯木，卯木就烂了，生不动巳火了。人癸水互为比劫，这说明是年上大老板的比劫，也就是他的朋友、合作伙伴让卯木做事。此时卯木和巳火相生的关系就变成穿或者破的关系，这就是财通过煞来破你的印，印就是你的单位、你的权利。这个财套了个化官生印的外壳，实际上是个财坏印。水生的死木，这个木就是烂账，再去生巳火，就是业务上的流水账有问题了。老乔反馈说他的公司签了违规项目，这锅可能要他背。他们领导为了年底业绩好看，在合同中造假，真实的合同额没有那么高，为了做流水就把合同额虚报到了5000万。既然业务是假的，那这个款肯定是回不来的。但是上面的人来查账的时候可不知道这个事儿，就会追究责任。我们再看丙午丁未，丙火有根有气的时候，就把月令庚金给化了，原因是天干见壬水了，庚金被化掉，老乔的领导就出事了。丙午年整个命局被改造成了夏季的样子，大运和流年不是命局中有的字，就代表了国家政策当前的形势。命主原来做的是秋季的事情，现在就背道而驰了，这就叫反局。此时天干的壬水不再是冰霜，变成雨水了。寅木有水生见午火，寅木就长大了，木气旺就要去制土。丁未年更糟糕，未土是官杀库，丁坐在官杀库上就代表了官方公检法，丁壬合的时候就把年上的领导给合走了。寅木见未土就入木，这个寅木就是之前的死账，丁未就会来翻以前的旧账，他们一定还有其他违规的事儿。因为月令的庚金生了壬水，月令的领导就要被牵连。未土收了寅木之后，去行2个虚土，就是带着证据材料去治年月的比劫。命主借根于年和月，土一旦被治，命主就一损俱损。而未土在把卯木收走的时候，会把命主己土一起收进去，这就完蛋了。因为丁未是换运的年份，接下来就是乙木运了，一小运5年，所以寅运的丙午丁未是个结束。这不是项目要黄了，资金链断了那么简单，这是官灾，是劫难，这才是我劝他出去避一避的真实原因。命理这个东西不是算术题，是认知题。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命局中有2个观察点，日干代表了命主自己，月令比劫代表了家外环境，那么就存在这种情况，家里和家外的目标产生了冲突和分歧。当老乔走甲木运的时候，从短期看那是命主合官了，从长远看你原局用的木是干木死木，当木被水生，这个就不是原局要表达的意思了，你再合它就是诱惑，是命运给你开的玩笑，这个就是错把他乡当故乡。在命局中，木生不生火是木的事儿，火接不接受被木生那是火的事儿。人是这样，命局也是这样。你喜欢了一个人，你去追求对方，那是你的事儿，对方是否能接受你呢？他是否对你的追求有回应呢？那是他的事儿啊。人是这样，命局亦是如此。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真实的关系呢？通过自然中的本来该有的样子去了解什么是道，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真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自己编的，它藏在你天天能看到的自然万物里，通过体悟自然的变化去理解。在朱熹编撰的《大学章句》中的《格物致知补传》中说过这么2句话，我送给大家。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无之知，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朱熹在这里给出了操作指南，想要获得真知，就必须接触事物，并穷尽研究其中的规律。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在这里描述了认知升级的瞬间，当你研究的足够久、足够深，某天会突然开悟，豁然贯通，那时世间万物的真相和你内心的智慧就全通了。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愚笨如我都能开悟，聪明睿智的你也一定可以。我真的很开心能在 YouTube 上遇见你们，
视频的播放数据让我感受到得到了你们大家的认可，是你们让我知道这些内容被真正听见了，被认真对待了。有些来找我交流的朋友会告诉我，视频里的某句话点醒了他，某个观点让他想通了一件事儿。知道这些内容真的帮到了人，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意义。你们分布在10几个国家，不同的时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但不管是早晨刷手机的你，还是深夜戴着耳机的你，大家都在同一个频道里认真对待同一件事儿。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有动力把盲判命理的思维逻辑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是因为我知道屏幕另一边，地球的另一侧，有人在认真等待着。谢谢你们。